辛追夫人现身。好了，我们回过头来讲马王堆汉墓发掘最重要的发现，2000多年前的西汉女尸辛追夫人。1972年4月28日，考古人员终于打开了那棺材盖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却显得十分新鲜的女尸。该女尸体重34.5千克，内脏虽有干缩，但外形完整柔韧，不仅体型完好，全身柔软，而且肌肉居然仍富有弹性，用手指按下去后放开，凹下去的肌肉和皮肤又会慢慢的起来，恢复原状。浅黄色的皮肤，乌黑的头发，眼睫毛依然清晰可见，左耳薄薄的骨膜仍然完好，脚趾的指纹和皮肤的毛孔也仍然清晰可见。四肢可以弯动，用防腐剂进行体内注射时，肌肉随即鼓起，然后又逐渐扩散，竟和活人注射没有差别。在电子显微镜的观察下，各种组织的切片中以胶原纤维保存特别好，几乎和新鲜尸体无异。除眼球突出、舌头外凸等体表变形外，其他特征完全像刚死的鲜尸，其中出土的肃杀椅更是国宝。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的尸尸，出土后震惊世界。此后发现的类似古尸均被考古界归为马王堆尸型。有趣的是，女尸是一双大脚，和现在的女人的脚差不多，说明汉代的女人并不过小脚。这一考古新发现曾轰动了世界，怪不得有言过其实的传说为老太婆容貌如生，形如刚死，甚至有香港、澳门的华人问道：为什么不抢救呢？其实古尸并不是未腐败，而是腐败到一定程度被中断保存下来。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具巨人棺的女尸，就是墓主人死后早期腐败的现象。人死之后，由于缺氧气，细胞发生自身溶解，并导致组织自溶，尸体内的细菌与外来的细菌在尸体内急剧繁殖，并分泌大量的分解有机物如蛋白质等的酶，而引起尸体腐败。腐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气体，挤压全身的组织和内脏器官，使全身肿胀、张口、伸舌、眼球突出、肛门脱出。法医学称这些早期腐败的现象为巨人棺。如果死者是孕妇发生了巨人棺，气体压力可能将胎儿挤出阴道，较内分娩。当然，这位50多岁的义侯夫人不存在这些问题。既然细菌能引起尸体腐败，为什么尸体不彻底腐烂而又保存完好呢？尸体腐败必须有腐败菌的参与，而腐败菌的生存、繁殖或死亡同温度、湿度、氧气的有无、酸碱度、营养物质等密切相关。要防止尸体腐败，除了化学药物或物理方法来杀灭细菌外，改变腐败细菌的生存条件也可以停止腐败。我国西汉时代的劳动人民采取了深埋密封等措施，使得马王堆1号汉墓中物理和化学的条件不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，因而在尸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然腐败之后，及时地制止了腐败的滋长，形成了无菌的环境，而使尸体保存下来。据考古学家查证，可能古人用香汤和酒给尸体沐浴，也就是抹澡，使尸体去秽、香霉，还有一定消毒作用，并在入殓时喷洒了酒。棺液化验出 0.11% 的乙醇和 1.03% 的乙酸等，但棺内放酒浸泡尸体未见于我国历史记载。沐浴之后的尸体用丝麻织物紧裹达20层之多，不但隔绝蝇虫接触尸体，而且把棺材填满，造成棺内空气极少，外面又套上密封条件很好的3层棺。诸棺盖封口都用漆封粘，尸体在密封的条件下，棺内的少量空气很快被早期腐败的尸体消耗尽，形成缺氧条件。棺外的椁室内存放大量的随葬品，包括食物等的腐败，消耗墓室内的氧气。腐败菌在这样极其有限的空气条件下生存，随着氧的耗尽而自身延缓或停止繁殖生长，或死亡，或以芽孢形式停止生长。尸体的肌肉、肝、肾发现大量细菌芽孢，无氧环境抑制了嗜氧菌的生长，而厌氧菌却繁殖起来，继续对尸体起腐败作用。但它由于自身的代谢产物日益积累增多，反而抑制厌氧菌的生长，厌氧菌最后也死亡了，腐败也随之停止。为说明墓室缺氧，我们还介绍一则有趣的小旁证。在起棺当时，在随葬品中发现了5只小昆虫的完整尸体，这些昆虫被称为3头钩纹皮肚幼虫和2头米象成虫，
也是2100多年前伴着随葬品活着入葬的。在墓室里有空气、有湿度、有营养维持生活，为什么昆虫会死亡呢？很显然是空气被耗尽，昆虫窒息死亡。这说明墓室内形成缺氧后，腐败过程延缓停止了。尸体停止腐败，已腐败的部分当然不能恢复，已形成的张口、伸舌、凸眼、脱肛也不能复原，而没有腐败的组织被保存下来，仍然维持着器官、内脏乃至全身的形状。这些组织保存最完好的是结缔组织，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超微结构十分丰富，接近新鲜状态。为了保证墓室密闭，墓室的周壁用厚厚的白膏泥构筑，并防止地下水渗入，这样尸体在深埋20米的地下，维持着低温、恒湿密封、避光又无大地震的恒定条件下，保持了2100多年。如果这种恒定条件遭破坏，尸体就不能保存下来。例如，同样是埋在马王堆上的2、3号墓是吕后至汉文帝时期入土的，其地理条件一样，墓葬措施也大体相同，但2、3号墓被盗或墓室密封不严，而引起尸体腐败。还有另一种说法是，在棺内放有某种防腐药物，尸体才不腐败，这完全可能。如化验棺水发现棺水中有水银、酒精，古人是将放水银作为防腐措施的，不过科学已证明汞起不到防腐作用。是否用中草药防腐呢？目前也无确证。我国是文明古国，有许多古尸尚未发掘，化学药物防腐措施的解释让今后出土的古尸研究来证明吧。西汉古尸解剖一事。1972年4月28日傍晚，湖南省博物馆的同志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马王堆1号汉墓的第4层棺材运到了馆内。马王堆挖出了宝贝，这个消息惊动了省委大院的一些领导，大家不约而同驱车前来。庞大的内棺摆在陈列厅的中央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考古研究所的王鱼、白荣金同志打开了棺盖，2层色彩绚丽的丝巾展现在面前，使在场的考古人员喜出望外。此时，一种浓烈的酸臭气扑鼻而来，人人都用手帕来捂盖鼻子。当解开9根丝带想接绣花袍时，用手一摸，有如豆腐。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丝帛，王决定在一头用小刀划一方块，查看究竟。不料刀子刚下去，即发出滋滋的响声。后来知道是保存完好的下部所致。因已届凌晨2点，即宣布暂停工作，使一些老者十分失望。后来他们埋怨说，宝贝没看上，可手绢3天都没洗干净。经过1周的细心接取，震动世界的西汉女尸出现了。12月上午，王冶秋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张炳常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刘雪彤、北京医学院谭增鲁、武汉医学院武忠弼、中山医学院郭景光、湖南医学院李廷直、王鹏程等医学专家云集长沙。因受周总理的委托，大家深感责任重大，于是大家认真讨论了解剖方案，曾提出3种设想：一是内脏完整，2是变薄变脆，3是融化如豆腐。针对这3种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对策。另外，对头部是开颅还是钻孔取髓，胸部是大开膛还是只从腹部切口，以及腹部缝合、填色等等，均一一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。当讨论到由谁来主刀时，各位老专家都相互谦让。此时湖南医学院病理教研组青年助教彭龙祥自告奋勇来主刀，大家一致同意。这大概就是我国俗语中所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吧。12月11日上午，解剖开始时，大家全神贯注，神情紧张。彭龙祥沉着坚定，下刀果断，切开腹部之后，发现内脏器官十分完整，大家欣喜异常，如释重负。在解剖方案既定之后，王冶秋曾电告国务院办公厅，周恩来总理在12月10日的电话记录上批示，急送莫若、西尧两同志阅，如有不同意见或应注意事项，请郭老批注。西尧以电话告冶秋同志。郭老批注，没有不同意见，请探求致死原因，并注意免受尸毒感染。随后，郭老又写信说，关于马王堆尸体的解剖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即吸取骨髓，进行血型鉴定、O型、A型、B型等。此时日本人曾注意到，一般管状骨的两端是创造血球的地方，骨髓在骨管中想来还保存得相当良好，
如就一只上臂骨或臂骨的两端开孔取髓，便可进行验证。这样既可保护尸体的原状，也能鉴定出2000多年前古人的血型，为尸体解剖增添一项成果。如认为可以，请电告长沙。郭老早年学医，因此讲的全是内行话。他的嘱托使大家感到无比振奋。古尸解剖后，经过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五官科、口腔科、皮肤科等病理检查，发现他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，如全身性粥样动脉硬化症、胆石症、右肺上叶钙化的结核病灶，右前臂陈旧性骨折，腰脊椎有骨质增生现象，还有日本血吸虫、棘烧虫、鞭虫等感染。在这众多的疾病中，何者为致死的原因？经各科专家分析，可能是胆绞痛造成反射性冠状动脉痉挛，以致心律搅乱而一命呜呼。他的血型已鉴定为 A 型。郭老的要求已全部达到。女尸原为西汉诸侯长沙国丞相立苍之妻，但她除有一颗司章上刻妾心锥外，则无任何记载，这样即给古尸研究工作带来困难。比如要研究的，首先要弄清年龄，于是 X 光医生透视头部，根据冠状缝、人字缝、矢状缝等愈合情况，断定为50岁左右。牙科专家认为牙齿磨损度很高，视作65岁。妇科医生确认他处于更年期，属45岁左右。外科医生检查小腿胫骨也认定为50岁。最后大家讨论，同意定为50岁左右。从女尸的食道到小肠取出138颗半甜瓜子，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发现瓜子细胞完整，认为有再生的可能。此事引起湖南省博物馆同志的极大兴趣，他们曾设想在馆内空瓶系地满载汉代甜瓜，让外宾、首长来馆参观时品尝一番，因此每天数次观察，结果失望了。因为发现与遗传有密切关系的琥珀酸脱氢酶等物质已损失，故不能遗传了。大家对此深感遗憾。当寄生虫研究所报告在肝部发现了血吸虫卵时，又引起了一阵风波。原因是当时全国正盛行围城愤论，哪怕对古人死人也不能幸免，所以有人说这位古代一妇人可能出身贫苦，从小下田劳动受到感染。另有人说封建社会等级森严，凡婚姻嫁娶讲究门当户对，贫苦农民是不能成为丞相夫人的。血吸虫可能是生活用水感染所致，但孰是孰非无以为证。对于他的右前臂骨折也有猜测，因为随葬品中有大小164个木俑，木俑是逝者的象征，这足以证明丞相夫人生前是奴婢成群，过着前呼后拥而雍容华贵的生活，那又怎么能跌断右臂呢？于是有人说该人生前秉性凶恶，具有皇室人的心肠，可能打奴婢时用力过猛而倒地跌伤。大家认为此一推测也不无道理。待侯夫人他杀、自杀、病亡，有人说辛追可能是服毒自杀的，也有的说是被别人一棒子敲死的，还有的说可能是上吊死的。讨论会上的发言各持己见，因为墓葬中没有有关古尸病史的记载。科学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他死前患什么病和死亡原因，主要的是进行尸体病理解剖。解剖开始之前，先做了皮肤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妇产科和法医学的检查，以及 X 射线的复查，然后进行系统的解剖，通过肉眼和病理组织、电镜观察 X 射线、寄生虫学研究、毒物分析，发现女尸生前患有以下几种主要病例：一、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；二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，简称冠心病；三、多发性胆石症；四、日本血吸虫病；五、慢性铅汞中毒。此外，还有肺结核钙化点、右手骨折畸形愈合、腰椎间盘脱出、挠虫、鞭虫感染、会阴陈旧性裂痕、胆囊革畸形等。这么多的疾病，哪一种是致死辛追的死因呢？在解剖中发现食管、胃、肠子里有138颗半甜瓜子，说明墓主人临死前24小时尚能从容进食，是在发病后1天内死亡的，医学上叫做急死或猝死。据统计，猝死的病人多数是死于冠心病。原来解剖古尸心脏时就见到他的心脏曾有过心肌梗死，营养心脉的血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相当严重，动脉管壁内面像稀饭皮那样，这是墓主人猝死的病理基础。
科学家分析，辛追死因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胆结石引起胆绞痛急性发作，反射性的引起冠状动脉痉挛，由此导致急性心肌缺血和心脏停止跳动而造成猝死。为什么辛追不是上吊死的呢？因为古尸颈部没有绳索勒痕，身体也没有机械性外伤，所以也不是被一棒打死的。辛追生前有慢性水银中毒，是否可说是汞中毒死亡呢？也不是。辛追所在的西汉时期，生产技术还不能生产出使他急性中毒死亡的生汞。古尸体为什么会有汞中毒的症状？主要是吃进水银。考古学家查证，西汉时期炼丹技术已盛行，大概这位代侯夫人想长生不老，服仙丹而造成慢性汞中毒。然而她不可能知道，仙丹不仅不能挽救她胆绞痛诱发的冠心病，还可能因此致死。这与后面发现的 T 形帛画里描述的升仙图景既遥相呼应，又是一个讽刺。